你好，我是独活男子 Leslie， 欢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记录影片。到大阪、京都旅游的时候，很多人会把奈良当作顺道一日的行程，因此日归旅行似乎成为游玩奈良的主流形式。奈良的主要景点位置很集中，加上只有1天的时间，导致很多人的奈良印象都停留在小鹿和大佛。其实奈良是京都之前的首都，古迹的年份大多比京都还久。但如果是第一次来奈良，无可避免还是要去那些主流的景点看看。而那些骨子里喜欢非主流的人，有没有可能在主流的路线中穿插一些小众的景点呢？分享我的奈良一日路线，除了新福寺和东大寺的必游行程，中间穿插了一个小众景点，多了一股优雅的感受。想要跳脱既有的奈良印象吗？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！为什么说大家对奈良的印象都停留在小鹿和大佛呢？这可以从奈良的吉祥物开始说起。它是奈良官方的吉祥物千都君，是小鹿和大佛结合后的形象。为了庆祝奈良迁都1300年诞生的吉祥物，肩负观光推广的任务。虽然知名度没有熊本熊来得高，但还是常在商店门口看见它。还没走到主要的观光区域，路上就开始出现不怕人的小鹿。爬上台阶，会先看到建筑风格独特的南园堂。南园堂建于813年，是供奉佛教守护神的场所。八角形的南园堂结构象征着佛教的八正道。旁边的五重塔高50公尺，是仅次于京都东寺的日本第2高木造塔，始建于730年，现存的塔是1426年重建的。五重塔每层都有装饰精美的雕刻和佛教图案，不仅是建筑艺术的结晶，也是佛教精神的象征。位在寺院中央的中金堂，是新福寺的主殿，最早建于8世纪，是供奉本尊药师如来的主要场所。中金堂曾多次毁坏和重建，最近一次于2018年完成修复，
内部装饰华丽，中央供奉高大的药师如来像，两侧是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像。兴福寺是日本佛教的重要中心，也是奈良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寺庙，保留了古代建筑的美丽和佛教信仰的深刻，成为出访奈良时不能忽略的景点。从兴福寺走向东大寺的路上，会穿过奈良公园，但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只顾着看小路，有一间免费的高品质红叶景点就在这里，但因为门口很低调，很容易就错过了。集成园是兴福寺的附属寺院摩尼修院的所在地，明治时期变成私人所有。现在的建筑和花园建于1919年，是昭和末期回归奈良县所有，就变成免费对公众开放的庭园。主建筑位在入口的祠堂庭园，走到高处更能感受错落有致的庭园布局。步道两旁的树叶开始变色，走在这里，视觉不断地接受刺激。祠堂庭园一步步往上是苔藓庭园，地上的青苔生长得很好，可见这里有很用心的在维护。青葱翠绿的苔原与孤独的石灯笼，把侘寂的意境表现到极致，看得见日式禅风，也具有现代极简的美学。这是一间有茶室的传统日式庭园。平整的草皮，幽静的小路，错落有致的树木造景，有种闹中取静的舒服。庭园深处有个小亭子，这里被红叶围绕，像是让人迷失方向的红色漩涡。相较于围墙外的奈良公园，这里人潮少很多，可以说是闹中取静的清幽环境。也因为这个不期而遇的小众景点，让奈良的一日行程
多了一些优雅的感受。回头想想，因为低调的入口，反而只吸引了懂得欣赏的人。可爱的小路，热闹的人流，这里过滤掉了无法静心的纷扰。走在这里，忍不住会想，其实人生中的好事情一直在身旁，就看自己能不能静下心来，不从众，而是听从内心的声音，去发掘这些好事。走到木质的大门，开始进入东大寺的范围。南大门是2层楼的飞檐建筑，高25公尺，建于1203年，两旁守护的神像带有厚重的威仪。参道旁聚集很多等待喂食的小鹿。美如其名的镜池，水面倒映的枫红，让这里像画一样迷人。屋顶像是长角一样的建筑，就是供奉大佛的金堂。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木造建筑。东大寺是奈良时代佛教全盛时期的代表作，建于741年。因为位于平城京东边，所以叫做东大寺。高约47公尺。差不多是16层楼的高度，屋檐下的2扇窗子其实是大佛眼睛的高度，让大佛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。和其他寺院不同，这里的大佛可以拍摄，就像是要让游客带着大佛的保佑回家一样。大佛高15公尺，是世界上最大的铜造佛像。这根柱子底部有个小洞，据说和大佛的鼻孔一样大。只要钻过这个洞，就能得到幸福。不过我果断放弃了这个机会了。除去历史和规模的客观条件，东大寺是奈良第一的观光景点，还有精神的意义。看到大佛那一刻，感觉心情会很安定，那是超越高度、超过历史带来的力量。虽然大众景点不是我追求的旅游方式，但这里的精神力量是绝对不能错过的疗愈能量。从东大寺走向春日大社的途中，参道两旁站着无止境延伸的石灯笼。
有些小鹿会躲在石灯笼之间，当游客经过的时候，再出其不意地吓他们一跳。看来这些小鹿为了讨要更多食物也是拼了，用尽不同手段来吸引关注。他们的世界竞争应该也是挺激烈的。春日大社本社被重要文化遗产的回廊四面包围着，却包不住这里的神圣气氛。进来后会看到一棵巨大的杉木，这棵树周长超过8公尺，高25公尺，有超过800年的树龄了。春日大社是奈良平城京的守护神社，地位非常崇高。会有那么多灯笼，就是有太多人希望能透过点燃火苗来净化心灵。殿内供奉鹿岛大神明，相传他骑了1年的鹿来到奈良。小鹿从此便以神的使者而定居在神社附近。回廊内也挂满了铜制灯笼，非常壮观。藤之屋是一间点满灯笼的暗房，好像会让人迷失方向的房间里，那低微的火光，却又让人越走越平静。春日大社以灯笼众多而闻名，从平安时代至今约有3000盏灯笼供奉于此。这里灯笼不仅数量众多，还是重要的文物史料。现存的灯笼有60%以上是室町时代之前就保留下来的。回廊包围的范围不算大，但可以欣赏的工艺细节很多。晃晃悠悠，跟随历史的足迹，感受净化心灵的力量。参拜结束后，走向落草山，那里是奈良东边的高点，看看能不能欣赏到夕阳美景。公园已经关门了，无缘进去爬到山头看夕阳。只好在大佛布丁的陪伴下，
结束经典又优雅的奈良一日小旅行。奈良是日本第一座首都，也是文化遗产的宝库，却因为形象鲜明的大佛和小路，而让人忽略了这里的丰富感受。在主流的路线中，寻找非主流的体验，好像能让旅程多一点惊喜，为回忆增添一些精彩。如果你也喜欢在人多的旅游路线中尝试一些小众的体验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不用跑到无人之境，就能找到内心的平静。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。